如果说东南亚文化最灿烂的地方，那一定是吴哥窟。其中最精彩的就是眼前的吴哥寺，它是世界7大奇迹之一，最大的宗教庙宇建筑群。吴哥王朝最鼎盛时期的作品，人类智慧的纪念碑 ，LP 10大终极目的地，更是唯一出现在国旗上的建筑，称之为柬埔寨国宝。吴哥窟见证了吴哥王朝建国鼎盛、衰落、消亡的历史，一眼千年历史沧桑。他们用石头建筑抵抗了时间的侵蚀，除了建筑本身的宏伟，回廊里长达800米的浮标作品更是令人惊叹。前面的视频我们看过吴哥从初创走到繁荣，看着这个伟大王朝的崛起。今天我们走进最鼎盛的时期，看着高棉历史上最惊人也是最灿烂的文明，还有那些壁画上留下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林，我现在在柬埔寨的暹粒。前面一个视频带大家看了吴哥王朝的从初创到建国时期，包括慢慢的走向繁荣时期。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吴哥时期的最鼎盛时期。很多人说在东南亚没有一个大的王朝，或者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那么呢，吴哥时期呢，就是他们曾经最大的一个王朝。我们元朝的使节周达光来到这里之后，就向皇帝汇报说不容小觑。但是就是因为周达光看到这里有多繁荣，这里的军队有多完善之后，然后呢就打消了进一步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今天我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被称为小吴哥的吴哥窟，它也是现在在柬埔寨国旗上面的图案。可以说吴哥窟啊，几乎也是整个柬埔寨文化的一个代表，文化的一个象征。会有一个长长的引道跟参道走向这个吴哥窟，这个引道啊有400多米长。吴哥窟呢是面朝西面的。在吴哥里面，所有的600多座寺庙啊，几乎全是面朝东边，只有吴哥窟这一座寺庙面朝西边。这目前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很多人都说它建造原先是作为一个墓存在的，所以它面朝西边。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不一定正确，因为吴哥里面几乎所有的寺庙啊，也都是作为墓存在的。而吴哥窟，我们中文的翻译叫窟。大家肯定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是窟呢？窟会联想到洞窟啊、石窟啊这一类的东西，而很多地方呢会把吴哥窟翻译成吴哥寺。周达光的《真腊分土记》里面啊，就明确的说明它是一座墓地。而我们知道呢，吴哥窟这一座寺庙啊，它是吴哥王朝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的一个国王叫苏利叶达摩2世所建。那当时的苏利叶达摩2世呢，是想建造一个自己的一个墓地，在他生前呢作为寺庙使用，在他死后呢就供奉着他的骨灰。所以啊，它既是寺庙也是墓地，所以中文就用窟这个字来表示。引道王呢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像类似于城墙，在城墙里边呢有几个高塔建筑，那才是真正的，就是印度教所谓的须弥山。在七头神那卡我们也看到过很多了，但这一头呢，特别的精美精细，保存的特别的完好。在吴哥的寺庙中，Naga 是无处不在的。你会发现到处都有 Naga， 因为这里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建筑空间，而是一个神话世界，一个神居住的地方。门票扫描一下 ，Thank you， 谢谢阿公。我们现在走在这个长长的引道上面，长400多米的引道上面，旁边呢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啊特别的宽。在周达光的《真腊风土记》当中也有记载，这个护城河有多宽，然后这个引道有多长。现在我们要挖这样的一个人工湖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们想，在1000多年以前，他们怎么挖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大的一个护城河出来？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发展在鼎盛时期的时候，修了特别宽的一个护城河和特别宽敞的平整笔直的。特别长的一个参道，走过参道，这边有3个路口，中间是人走的，两旁边呢是大象走的。这个是朱丽叶拔摩2世时期的一个浮雕作品。这个时候的浮雕啊，它不仅仅是精细了，而且它是相当于它有一个
远近的一个关系，他把整个的人物啊几乎都把它雕刻出来。像这种啊是比较浅的浮雕，这种是深浮雕。在路口的外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阿布萨拉女神。阿布萨拉女神呢是他们在搅动卢海的过程当中由浪花变成的一个女神。据说啊，当时阿修罗呢，先是抢到了这个长生不老药，但是呢，突然间浪花当中就，出现了非常多阿布萨拉女神，所以呢，他就被迷得忘记了长生不老药。还有一个你在所有的吴哥寺庙当中看到的这个门口的阿布萨拉女神，她们都是上身是没有穿衣服的。也据《真腊分土记》当中记载啊，当时她们的女性呢是上身也是不穿衣服的。还有一个就是在吴哥窟这个寺庙当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阿布萨拉女神下身穿得非常的华丽，就是跟前面几个朝代相比啊，它更加的繁复，更加的华丽。当时周达光在看到这个他们的服装之后啊，为之一惊，为之一振。而这个外墙上面有非常多的阿布萨拉女神，这些有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游客过来摸多的，它会显得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漂亮啊，从头饰到这个他们的下身的一个穿着都非常的华丽。据说这是阿布萨拉女神呢，是根据当时宫廷里的妃子的样子去打造的。从头饰、项链等等，手上戴的，还有他们手持的这个莲花，都是非常的华丽。据说这些女神像有30几种发型，他们的耳垂都被这个金属的装饰啊拉得特别的大。我们找一下，有一个女神，她是露牙齿的。因为在古时候的吴哥啊，他们也是讲究笑不露齿，但是唯独只有那一座阿布萨拉啊，它是露牙齿的。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一尊露牙齿的。至于为什么就只有这个露牙齿呢？据说很可能是当时的工匠一个搞笑的所为。这个浮雕真的是太多了，太精美，太华丽了。刚才参道只走了一半啊，就会进到这个寺门里边来，里边还有一半的参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去接近信仰的中心。这个参道越长啊，就是你留在参道上面去思考，去接近你的信仰，这样的一个感悟的时间会比较长。现在参道两边出现了2座藏经阁，两边各一个，这边也是一个藏经阁。藏经阁里面藏的是贝叶经，之前咱们已经讲过了。在吴哥寺当中，它的参道、回廊还有藏经阁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印度教认为啊，如果你要去往神居住的地方，你必须跨过7座海洋、7座高山和2座桥。外面的护城河呢，就代表海洋。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寺庙里面的回廊呢，就是代表山脉；像参道呢，就代表着桥梁。在接近天界的时候啊，会遇见因陀罗，而藏经阁呢，就代表因陀罗所在的天庭。在栏杆上面的天神那嘎，它是没有尾巴，只有头部的，说明这里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一个地方，也象征着路途遥远。在清晨的时候啊，很多人来这边看日出，就是因为在清晨的时候，这个水池会倒映出吴哥寺的一个倒影，特别好看。吴哥寺啊，在整个古代美学上来讲，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幅作品。我们现在已经跨过了7座海洋，正准备跨过7座高山。目前吴哥王朝的所有的历史记录，除了我们国家周达光写的《真腊分土记》之外，剩下的就是刻在他们室内或者是石柱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经常啊拿吴哥窟跟埃及的金字塔去相提并论，两者是不一样的美。我们现在看到的吴哥寺这样土土的颜色，最开始在《真腊分土记》当中记载的并不是这样的，它是彩色的，上面的屋顶呢都是红色的。现在能够看到一点点红色的颜料。这里啊以前摆放着非常多座佛像，现在呢都在法国的博物馆，据说有1000座佛像。在吴哥窟的第一回廊，就是你刚进来
这个寺庙的第一个走廊，我觉得是最值得观赏的，因为周长长达800米的一个走廊上面雕刻的非常著名的印度史诗，而且每部史诗长度都是100米那么长。现在看到的印度史诗是巨卢之战，它是出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这儿我们要说一个关于摩诃婆罗多，它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呢是诞生于公元前3100年，没有错，就是公元前3100年。它故事的起因呢是神仙下凡偷牛引起的。传说啊，有8位神仙带着他们的妻子，然后下到凡间，然后突然间呢看到一头牛特别的漂亮，他们的其中一位妻子啊就想把它给偷走，但是呢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母牛，而是极遇仙人的一头牛，所以啊仙人就惩罚这8位仙人要进入轮回，就是变成凡人，然后经历过人世间的一切。后面的这8位仙人就求情啊，就是说我错了，我错了，不要这样。看到他们认错很积极啊，就让他们象征性的走一招，就是投胎转世之后呢，立马死去，然后又重回天上。但是主犯呢，就必须要经历过一次轮回。于是啊，这8个神仙啊，都投胎到恒河女神身上。恒河女神啊，当时是在恒河边遇到了国王，与他生下了8个儿子。前面的7个呢，都莫名其妙的被恒河女神投到恒河中淹死，因为他们要象征了经历过一次轮回。那生到最后一个第8个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经历人间的疾苦嘛，所以他就留了下来。这个孩子呢就叫天士，由于他文武兼备，也成了未来王位的继承人。就当国王刚刚把他立为太子的时候啊，国王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女子，叫做甄信，然后并且爱上了他。这个甄信啊，不让自己的儿女承受痛苦，于是呢就要求国王要立他的孩子为太子。国王就难受了，刚刚立了一个太子，你又让我废了他，非常的难受。但是啊，天士非常的体谅父亲，为了不让父亲受折磨啊，他甘愿放弃了太子之位，并且发誓啊，终身不娶。天士呢，他也没闲着，他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国师，一直到他老死的时候。但是啊，王位传到甄信的儿子的时候就出事了。有2个啊是他跟国王所生的孩子，有一个呢是在国王之前所生的孩子。而他跟国王生的孩子，其中一个呢就是英年早逝，另外一个孩子呢是盲人。但是这个盲人啊生了100个孩子，但是英年早逝的那个王子啊，一共生了5个孩子。这5个孩子啊，个个文武全才。相比另外一个王子生的100个孩子啊，那100个孩子就非常的平庸，所以啊，就引起了那100个孩子当中的一个老大，叫做南迪的嫉妒。随后呢，南迪就率领着100个他的兄弟和班杜率领了5个兄弟，他们之间啊开展了激烈的一个争夺王位的一个战争。最终当然是代表正义的班杜族，就是5个王子那一边获得了胜利，而南迪这边呢却失败了。我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版本啊，但是这个史诗非常的庞大，中间也有非常多的细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研究一下。所以这100米的画卷上面描述的就是摩诃婆罗多的巨卢之战。巨卢之战是100个王子跟那个5个王子之间的一个战争。壁画的这里描述的就是天士，天士当时为了阻止就是2兄弟互相残杀，他就死于望剑之下，也就是把王位让位给甄信儿子的那位王子。它看起来是一层，它其实上层层叠叠好几层。它远处呢就没有前面雕刻的那么的精细，就有前面的一排士兵，然后后面的士兵的头就没有雕刻的太精细，所以这也是当时浮雕艺术的一个巅峰之作。最下层的是士兵，那每一个士兵的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这里是战争的中部，也是最为惨烈的一个阶段。看到这位将士手上的盾牌上面的罗喉，看到了吗？就这个罗喉，就是在如海搅拌的故事中唯一喝到就是那个长生不老药的一个阿修罗，一个魔。比湿奴当时就担心不能让魔喝到这个长生不老药，他要喝到的话长生不老，那就岂不是要生灵涂炭了吗？所以他当时一个飞盘啊，那个飞盘啊是日月人把罗喉的上下身啊分开来，所以当时长生不老药呢只到了他的上半身，因此啊罗喉对日月啊怀恨在心，他时不时呢就要吞掉太阳跟月亮，所以有了日食跟月食。
这个是印度教版本的日食跟月食。接下来这幅壁画说的是苏利叶拔摩二世的一个军队，这个就是苏利叶拔摩二世。可以看到啊，它上面有特别多华盖啊，这个伞啊有15个伞。据说这幅壁画呢，这个皇帝以前啊是金色的，贴满了金箔，但是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其实仔细去研究这些壁画，你会发现非常的有意思。这位是占卜师，就是出兵之前要算上一卦。这个是向国王报告时候的一个手势，用一只手放在胸前。这个轿子是公主跟嫔妃坐的轿子。在吴哥时代，每一个国王都必须亲自带军打仗，然后可以看到国王他整个身体的一个肌肉线条，需要非常强壮、非常有力。而马呢，就显得相对比较小一点。我们看看这边的军队啊，步伐一致，整齐划一，这边代表的是高棉军，这边就是嬉笑打闹，步伐不一致，乱糟糟的，就是暹罗兵。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泰国，只有一个暹罗族。而在12世纪的时候啊，暹罗族仍是吴哥的附属国这样的存在。我已经逛了2个小时了，看不完，根本看不完，连第一回廊都还没看完呢。但是第一回廊的内容是最多的。下面这个壁画讲的就是天堂跟地狱，这个是排队进入天堂，他们的地狱有32层，罪孽深重啊，多重的罪孽有32层。这位是负责审判的印度教的阎罗王，这个就是执行判决的时候，你该升入天堂还是下入地狱，就从这边开始。看这边有很多人在祈求，地狱第1层啊就要被受剥皮之苦，这里都是地狱的场景。哦，这里啊就是当时美军过来轰炸的时候造成的一个损坏，现在没有办法修复了。几乎在吴哥的每一座寺庙都能够看到炉海翻腾、炉海搅拌的故事。这幅壁画讲的就是炉海搅拌的故事。印度教一开始的神仙啊、魔鬼也好，他们都是有寿命的。然后有一天呢，梵天就告诉他们，其实有长生不老药就在炉海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抓住这个7头蛇那嘎，蛇头呢有92个恶魔，蛇尾呢有88个天神，他们一起去搅拌炉海。搅拌了有好几千年吧，搅拌到那嘎啊都吐出毒液来。毗湿奴呢就害怕这个毒液啊去危害人间，所以呢他就吞下了这个毒液。他的妻子呢就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毗湿奴啊，他的脸是有一点紫紫的、蓝蓝的、绿绿的。后面在炉海搅拌了几千年之后啊，终于出现了长生不老药。当时长生不老药是出现在恶魔这一端，就是阿修罗这一端。这时候啊，浪花就翻腾出好几个飞天仙女来，分散就是阿修罗的注意力，他就忘记了这个长生不老药这件事情。只有一位阿修罗的化身吞下了这个长生不老药，最后还被切成了2半，你们还记得吗？这位就是毗湿奴，他手持着几个法器，然后牵动的这个那嘎绳也在搅拌了炉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浪花里面诞生的飞天仙女。在炉海搅拌的过程中啊，众神仙都参加了，包括这个猴神哈努曼。大家知道吗？哈努曼啊是《西游记》当中猴哥的原型，就是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哈努曼了，记录历史的古高棉文。这里面有一股非常难闻的潮湿的味道，太难闻了。前面这幅壁画它其实是在16世纪的时候雕刻的，我们这边可以注意到，就是16世纪它雕刻的工艺啊，甚至不如12世纪时候前面的雕刻工艺，它非常的浅，而且它没有一个就是远近的层次感，就说明他们当时的在16世纪的时候国力是非常的衰落的。当时在1431年的时候，泰国进攻了这里，那几乎呢是当时是几乎把吴哥城洗劫了一空，上面镶满金箔的、镶满宝石的全部被盗走了。那当时是没有这一面墙的雕刻的，这面墙的雕刻是在16世纪的时候，这个是他们迁都到金边之后啊，回过头又重新去雕刻了这一面墙，因为那个时候1431年并没有完全的完工。哇，傍晚的光影是最好看的，太漂亮了。这个时候正好，这边是西边嘛，然后太阳从这边西边下沉，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就整个吴哥啊，在夕阳的映照下会有闪着金光。昨天晚上就看到了，大概就这么一瞬间的金光。
这个柱子的光影形成了一个黑白键的一个效果。柱子的影子就是黑键，然后光照进来的地方就是白键。你绕一圈又回到了西门，然后这里的壁画展现的就是《罗摩衍那》里面的场景。罗摩衍那呢是印度的另外一部史诗。《罗摩衍那》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相传有个叫阿育陀城的国王，有4个儿子，长子呢叫罗摩。文武双全，也深受国王的喜爱，国王就立罗摩为太子，继承王位。这个时候呢，他也通过了比武招亲，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叫做西多。但是啊，国王的第2任王后叫做吉迦伊，他就非常的嫉妒。然后吉迦伊呢就向国王说：“你不是曾经答应过我2个请求吗？我现在请求你立我的儿子为太子，并且流放罗摩14年。”国王就非常的为难。在为难之际呢，罗摩就为了不让父亲这么为难，他主动就提出来说，他要去流放14年。在流放的第6天啊，国王就抑郁而死。这个消息传到罗摩那里啊，罗摩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流放的时候啊，他带了他的弟弟罗什曼那和他的妻子西多，就是刚刚结婚没多久啊，就要随着丈夫去过着流放的生活。而吉迦伊的儿子呢叫婆罗多，婆罗多当时不了解内情啊，国王死后啊，他被召回继承王位。这个时候啊，他听到了这个母亲因为了让他上位而强迫罗摩流放这个事情，他非常的生气。于是啊，他就跑到森林当中去寻找罗摩，要罗摩继承王位。但是罗摩不肯，一定要等到流放期满14年后才回去。所以呢，婆罗多就带回了他的一双鞋子，放在王位上面，带他带领国事。于是啊，罗摩和罗摩的妻子西多，还有罗摩的兄弟罗什曼那，他们3个人啊，就一起在森林当中流放。但是这个流放，我怎么感觉到有一点像，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呢。这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魔王罗波那。罗波那呢，就看到西多特别漂亮，就劫走了西多。那罗摩看到了，可不得把她抢回来啊！于是呢，他就结合着猴王哈努曼，于是啊，就爆发了一场任嘎之战，就是猴王哈努曼和魔王罗波那的战争。这场战争啊，不仅仅是他们2个的战争，这场战争还牵扯到印度教的所有的神仙都过来帮忙。当然，最后正义是战胜了邪恶，罗摩啊救出了他的妻子西多。但是这个故事啊，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罗摩就有疑问：你在魔王罗波那那边那么久，难道就没有失去你的贞洁吗？然后西多为了证明自己是纯洁的，他投火。火神呢，从熊熊烈火当中拖出了西多，以证明他是纯洁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民间突然间流传起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西多曾经被魔王劫走这个事情。于是民间啊就认为这个西多啊是不纯洁的。这个不就是现在的网络暴力吗？罗摩为了取信于民啊，于是呢就把西多丢在了恒河边。这个时候啊，西多怀了罗摩的孩子。后来西多一气之下向大地母亲求救，他就呼喊啊，大地母亲啊，请证明我的纯洁。大地就裂开了一条缝，西多呢就投身下去了。随后呢，西多又回到天上成了神仙。我们在吴哥窟的壁画上面，这100米的壁画上面可以看到，以前啊，人们是没有文字去描述他们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的，都是通过这样的壁画或者是画面的形式去展现。好了，现在呢已经是5点半了，他们吴哥窟要关门了。今天没有看完，明天咱们继续接着看。晚上来吃自助餐了啊，才7美元，7美元一份，就是49人民币。然后我们来拿一点，看看有啥。生蚝跟虾，但是这个虾不是活的，应该是新鲜的吧，稍微有点弹性的就是新鲜的。活的啊，只不过有点小。先来4只吧，菜先拿这么点。水已经烧开了，辛苦了好几天，该用一顿自助来犒劳一下自己了。4只螃蟹已经丢入大火当中，先暂时拿了一点海鲜和一点蔬菜。我可是有备而来，自备水，他们这边饮料是要收费的。先来煎几只虾，再来几片烤肉。其实啊，我还更愿意多花点钱，吃一点更好的食材。刚又去拿了一点熟食，先垫吧，等着他们煮开。
还可以，一般般。里面的肉泥有点软，我还拿了牛杂。噔噔，没错，我今天又来了。刚才来的路上啊，突然间下起了一阵大雨，给淋个落汤鸡。现在又出太阳了。今天我们又重新的跨过了7座海洋，攀登7座高峰，跨过2条桥。昨天我们看了第1层回来，今天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再往里面走呢，就看到大水池。当人家参加祭拜的人，就要在这里把自己的手和脸都洗得干干净净。而且你们看这个水池，它有一个阶梯，要引导人们从这个阶梯下去。据说周达光来到这边的时候非常的惊讶。当时你们知道，很多女子是不穿上衣的，所以他当时非常的惊讶，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直到后来，他的使节队伍当中也有人一起进去沐浴。他从一个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可思议，到渐渐的接受到享受这个过程。柱子上记录了一些文字信息，不过咱也看不懂。每根柱子也都有这样的一个雕刻，非常繁琐，那看起来非常像刺绣这样的一个雕刻。而有一个叫敲心塔的，据说人站在这边，然后背贴着墙，然后敲击胸口，可以听到塔内传来的回声。我来试试看。就说这个方法当时是为了检测臣民的一个忠诚度，也可以通过这个塔呢检测自己身体是否健康。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塔内有一些中文，这些中文是推测是以前的一个华人游客留下的，而且这个年代呢，据说是在民国初年，到处都是女神阿布萨拉。哇，当时雕工那么精细，这么多，需要多少人工啊？像这些以前是有佛像的，现在都被盗走了。据说曾经泰国曾花重金来收购这些吴哥里面的佛像，这些全都没有头了。我现在正在走在第2回廊，在这个吴哥寺里面就是通风的地方，太阳照到的地方，那个气味都还可以接受。如果走到一些比较幽暗的地方那个味道真的很难闻。在这里荒废了以后这里住进了蝙蝠。你们看我上面用网罩着，这个就是为了防止蝙蝠再次进来。而且呢，曾经就是蝙蝠的那个尿液会腐蚀这些墙上的一些雕刻。第2层几乎所有的神像都没有头，这个是2尊毗湿摩的一个神像。他最开始做的时候呢是有头的，也有4个手臂，然后每个手呢还拿着法器。现在就这一个手拿着海螺，分别是海轮、海螺、莲花，还有金刚杵。西边的这个呢，可以看到它的腰部以下特别厚重，对比东边的这个，东边的这个呢就纤细很多了。因为当时他是为了要平衡他身上的4个手臂的重量，所以要把他的下半身做得重一点。但是随着这个雕刻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做得越来越纤细。哇，这个阶梯十分的陡峭，特别陡峭，这个角度估计有75度了。现在大部分阶梯已经被封起来了，不让走了，因为这里呢曾经有一个法国人在攀爬的时候掉下来，最后摔死了。这上面这个雕刻就是猴王哈努曼和他的猴孙们，挺可爱的，我觉得。哈努曼躺在那儿，看到没有？像不像之前的孙悟空躺在那儿的样子？这些门上面的浮雕都特别的立体，它不是那种浅浮雕，而是一种深浮雕。我们去找一个可以爬上去的阶梯。现在可以隐约的看到虚拟山上4个角角是有4个塔，然后中间有一个中央塔。这个就是后来搭的一个木阶梯。现在它上去的人是有限制人数的。登上虚拟山，前往神的住所。这以前的人怎么爬上去的？上来也有几个水池。前面这个就是中央塔，
这4个水池是围绕着这个中央塔的，象征着毗湿奴所在的地方是永恒之海。哦，这是第2层的净身池。在第3回廊，我发现了这一尊佛，你们看一下，它是坐在一个眼镜蛇上面，眼镜蛇是印度教的，但是这个佛呢却是佛教的。据说啊，这个是佛陀，他是毗湿奴的第9个分身。那在印度教当中呢，佛陀怂恿着妖魔和恶人藐视佛经，弃绝种姓制度，否认天神，引导他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然而呢，在佛教当中呢，毗湿奴神的分身是护法神，他背弃了婆罗门教的教义，主张不杀生，不再以活祭品献祭。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这里印度教和佛教是相结合的，而且印度教跟佛教的势力啊，它是在此消彼长当中的。它并不是像以前啊，就是说它改信了大乘佛教之后，它并没有把印度教的一些东西给废弃掉，而是有一部分呢被延续跟传承了下来。所以在吴哥寺这里面啊，你就可以看到印度教跟佛教共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门是被封起来的，要等到5000年以后再打开。根据佛教的说法啊，每5000年会有一个佛正道。那现在呢是释迦牟尼佛，等待下一个5000年到来的时候啊，弥勒佛正道的时候，这些塔楼就会全部打开。曾经啊，法国的考察队员介绍是这么说的，法国的考察队员，那至于是考察者还是偷盗者，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打开这个墙壁之后啊，发现这个墙壁里面有一口井，井底下呢有经书，经书上面呢有宝石压着，一块是黄宝石象征着太阳，一块是白宝石象征着月亮。传说啊，用宝石压着经书可以保护这一座寺庙。不过就算是宝石压着，也保不住这个王朝的覆灭。吴哥寺是在，但是王朝不在了。现在中央神殿里面供奉的是大乘佛教的佛，却有印度教女神阿布萨拉守护。以前啊，这些雕刻都是彩色的，甚至有些还镶着金箔。哇，这个女神好酷啊！在以前，须弥山上面供奉的是毗湿奴，那现在呢，就是佛祖，大乘佛教的佛祖。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些柱子特别白、特别光滑，然后上面的浮雕还被磨掉了很多吗？因为当时印度在修复的时候用硫酸来清洗这些柱子，导致了就是很多雕刻啊都已经没有了。我在这儿坐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凝视着这个须弥山，静静地凝视这个中央塔，算是来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整个发展这样的一个历程到达顶峰的时刻吧。在1431年泰国过来的时候，把这里都给洗劫了。当时我们看起来非常鼎盛的，非常了不起的，在时间面前，在岁月面前都不值一提。就是在改信佛教以前，放在中央塔上面的毗湿奴，可以看到他这个手啊，原来是有好多个的。刚才我在这儿遇到了几个就是帮忙拍照片的人，当地人，然后拍了几张照片。我本来想只拍2张的，没有想到他拍的挺好看的，多要了几张，要了6张。我跟他讲的价格是1美元2张，请看成片。好的，今天这个关于吴哥在鼎盛时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一路从初创建国到有一点繁荣到鼎盛，咱们的吴哥王朝走了2/3。在鼎盛时期的国王啊，大家要记得这个名字是苏利耶达摩2世，他也是主持建造这个吴哥寺的国王。那一个朝代走向鼎盛之后，他们又会经历什么呢？请看下一个视频。我是小林，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2国柬埔寨，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